蓝忘机怎么知道他画廊的事情？这个画家是魏无羡曾经在国外时的好友，他早半年前就跟人谈好了要购买几幅画作。这些是属于画廊的机密，员工只管画廊的日常运作，都毫不知情。莫非打来的联系电话被蓝忘机接到了？我请大哥去接收的。蓝忘机解释道，他陪着魏无羡走不开，只好请蓝曦臣帮忙跑一趟。画作都存放在画廊的仓库里，在魏无羡回来之前都锁得好好的。那就好，魏无羡放下心来。蓝湛，我饿了。跟前夫哥不分白天黑夜厮混了这么多天，魏无羡也该回家到魏长泽面前晃晃，免得又有传言说他要出国，老爸听到了不高兴。拉开遮光窗帘，窗外是阴天，这时光线充足，才发现床边的垃圾桶里堆满了用过的避孕套和包装盒子，以及被挤空了的润滑剂瓶子。难怪这人这几天没操心给自己清理的事情。蓝忘机隔了一会儿才端上一碗面条，魏无羡坐到窗户边，用筷子捞起几根，吹了吹放进嘴里。好吃，魏无羡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。蓝湛，你换厨师了吗？蓝忘机坐在他对面，手里拿着一杯咖啡。我煮的。你竟然会做饭？魏无羡差点没把面条给喷出来，哈哈哈。看不出来呀，蓝湛。蓝忘机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说话。对了，还有一件看不出来的事情。魏无羡用脚踢了踢垃圾桶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前夫哥没事在家里囤这么多东西干嘛呢？蓝忘机面色平静，他喝了一口咖啡才道，你看一下生产日期。魏无羡好奇心最重，他连忙放下筷子，从面上拿起一个润滑剂包装盒，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生产日期是近3年前。他忽然想起那天蓝忘机带他过来时提过，这本来是结婚用的房子，那这间岂不是？魏无羡倒吸一口冷气，3年前蓝湛就已经把新婚之夜的用品准备好了，对方是真的要打算跟他结婚来着。忽然觉得有些尴尬，魏无羡把包装盒扔回垃圾桶。这场包办婚姻，蓝忘机选择认真接受，魏无羡则选择逃离。大家都没有错，但魏无羡脑子乱乱的，不敢仔细去揣测蓝忘机的心意。我该去看看那批画了。魏无羡迅速几口吃掉面条，站起身要走，才发现自己身上只裹着浴袍。我去给你拿衣服。蓝忘机也没强求。蓝忘机也要回蓝家，顺便开车把魏无羡送去画廊。一路上，魏无羡看着窗外若有所思，蓝忘机也没说话。先帮我保管好那些画。到了画廊门口，魏无羡打开车门，又回头嘱咐道：好。对了，这几天的体验，魏无羡看到蓝忘机耳尖泛红，忍不住坏笑着说，真的很爽。蓝忘机回到蓝家，收拾了些东西，便又回到别墅。公司那边他之前就和叔父大哥打好招呼，明天再过去上班。蓝忘机工作之后基本没有休过假，蓝启仁想着侄子平时也很辛苦，便同意了。蓝曦臣那边则早已猜到事情真相，一再鼓励蓝忘机再多休息几天。可是魏无羡今天的反应，蓝忘机看在眼里，对方一时半会并不愿回应他的感情。蓝忘机能理解，这人的性格就这样，撩拨人的时候一往无前，真谈感情的时候退缩的比谁都快，但他愿意给魏无羡时间。这几日时时刻刻能站在一起，已经是很幸福的体验。蓝忘机到别墅后，就开始着手整理魏无羡那10几幅见不得人的油画。自从蓝忘机和魏无羡过来，管家十分自觉，没有时时刻刻待在别墅里，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出面。因此，别墅里一切井井有条，住起来私密性好，十分自在。正好楼上有一条走廊连通一间收藏室，里面空空的。当初蓝忘机打算和魏无羡结婚后再商量买什么东西，如今拿来放画正好。走廊两侧可以挂魏无羡的其他画作，龙阳春宫就放在里面。蓝忘机吃过饭，把卧室的床单换掉，又把画挂好，已经是下午了。他站在收藏室中央，静静地看着魏无羡的作品。那些画看在他的眼里，并不是色情和低俗，反而从画中二人的肢体动作读出一种依恋和共鸣。蓝忘机把手放在油画上，静静感受魏无羡细腻笔触所传递的情感。魏婴情巢退却，魏婴也离开，独自面对这些画作的蓝忘机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落寞感。
忽然羡慕起画中的蓝湛来，他可以就这样永远拥住自己的魏婴。蓝忘机不知在收藏室站了多久，当他听到楼下传来声响时，一度认为是管家在收拾东西。可是那个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蹭蹭蹭的上楼，却是直奔收藏室而来。这里的话可不能让外人看到。蓝忘机依依不舍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望线，准备转身出去时，一个人影却冲了进来，径直扑进他的怀里。喂，名字都没来得及喊出来，蓝忘机的嘴唇就被人堵住。魏无羡急不可耐地张嘴探舌去勾对方，蓝忘机抱住对方，更用力地回吻过去。早晨才见过面，但短短几个小时的分别已经是极限。黏黏糊糊吻了好久，两人默契地分开，又相视一笑。怎么，搞了我1个星期，才分开一会儿，前夫哥就想我的很呢？魏无羡环视四周，似乎对蓝忘机的布置很满意。像。蓝忘机在魏无羡耳边轻声说，忍不住叼着人耳尖又吮又磨。嘶！魏无羡敏感地往蓝忘机怀里钻，这要巧，我也很想，画廊的事情安排好了。蓝忘机问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心情做事，脑子里都是前夫哥卖力干我的样子。魏无羡坏笑着说，对了，鉴于你的那些东西都快过期了，我又去采购了一些。蓝忘机这才看到收藏室门口有个大塑料袋。再补充一句，楼下还有我的行李箱。魏无羡的手爬上蓝忘机的领口，解开衬衣第一颗纽扣，感觉最近我也没心思回我老爸那边住了。可能是太过惊喜，蓝忘机情绪反而没有太大波动，他淡定地弯腰将人打横抱起，顺手提上塑料袋，直接往卧室走去。你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轻浮的人吧？两人回到房间，一口气做了2次。魏无羡筋疲力尽趴在蓝忘机胸口，抬起头用鼻尖蹭对方下巴。没有，蓝忘机回答。胡说，你肯定就是这么想的。魏无羡把脸埋进蓝忘机的怀里，人家都否认了，他还是觉得委屈。早上，他回到画廊，店员们早就把蓝忘机的肖像画收起来，看到挂着其他作品的画廊，魏无羡忽然觉得很没意思。被蓝忘机搞了1个多星期，魏无羡都已经痛得麻木，直接瘫在沙发上。老板，那天接收的画作要查看一下吗？不想看。老板，这是上次画展的费用清单。不想看。老板，最近又有画家递册子过来。不想看。那老板想看什么？魏无羡想了想，说，把蓝湛的肖像画搬出来我看看。老板，你真是喜欢蓝二少爷啊。员工忍不住感叹。没错，最喜欢他那张脸。魏无羡直言不讳。员工痴痴笑了，是吗？快点去。整个上午，魏无羡就看着蓝忘机的肖像画发呆，直到魏长泽给他电话让他中午回家吃饭。于是，浪费了1上午时间，魏无羡又拖着快散架的身子回到家里。这段时间又去哪了？家也不回。魏长泽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回国，3天2头见不到人不说，行踪也不明。哦，跟蓝湛在一起。魏无羡轻描淡写地说。